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一、美国海军发布下一代舰载机概念图，该机将搭载未来远程空射武器，并组成有无人机的作战体系。二、一艘航母和10艘盾舰同框，一家中国船厂就造了一支法国海军。近日，美国海军发布海军航空愿景2030到2035文件，透露下一代战斗攻击机作战概念设计及新细节。FA-XX 下一代战斗攻击机项目于2008年启动，是与美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项目并行发展的下一代舰载机项目，旨在取代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与 F-35C 闪电2战斗机搭配使用。2006年，美海军 F-14熊猫重型舰载战斗机由于老化严重、维护保养困难等原因退役。随后，美海军将居于2线的 FA-18大黄蜂战斗攻击机转正，并推出 FA-18EF 超级大黄蜂作为过渡时期唯一的舰载战斗攻击机，同时加快研制 F-35C 闪电2联合战斗机。2020年12月，首支 F-35C 战斗机中队正式上舰服役。无论是 FA-18EF 超级大黄蜂，还是 F-35C闪电2联合战斗机，都不是美海军的理想机型，作战能力难以全面压倒其他国家正在发展的舰载战斗机。为此，美海军于2008年启动 FA-XX 项目。2008年6月，美海军发布 FA-XX 项目初步需求，包括有人、无人驾驶2种可选模式，与无人机编组作战等。2013年4月，美海军公布 FA-XX 项目初步时间表，2015年进行方案选型，2030年服役，最终代替 FA-18EF 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攻击机和 EA-18G 咆哮者电子干扰机。美海军对 FA-XX 项目设计要求包括以下4点：其一，能与美海军现役舰载机联队融合，可由福特级和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搭配，不需对航母甲板、起降设备进行大幅改造，不影响其他舰载机正常起降。其二，能有效支援 F-35C 战斗机与其他舰载无人机作战，具备空中受油、战术侦察、目标监视与截获、电子压制以及精确打击能力。其三，能在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环境下执行长时间渗透作战任务，确保制空权。其四，能在2030年形成初步战斗力。概念设计出入较大，早在2009年，波音公司曾推出 FA-XX 项目设计方案，该方案采用双发动机、无尾翼和可变后掠翼设计，后改为双发动机、无尾翼、切尖三角主翼和压翼设计。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美军主力战斗机设计方案中首次出现压翼。压翼对飞机隐身性能造成一定破坏。美军称，最好的压翼是在敌方战机身上。波音公司在设计方案中采用压翼，很可能是为弥补尾翼取消后机动性不足这一缺陷。然而，在海军航空愿景2030到2035文件中，下一代战斗攻击机却采用罕见的3翼面设计，即在正常布局基础上增加一对压翼。这种设计能提供较好的气动性和机动性，缺点是雷达反射面积较大，机体隐身性差。俄制战机多采用3翼面设计，如苏33、苏34和苏37战斗机等。苏57战斗机也采用这一设计，但将压翼与前机身融为一体，最大程度减少对机体隐身性的破坏。除3翼面设计外， FA-XX 项目概念图还包括无垂直尾翼、切尖三角主翼和双发动机等设计。其中主翼前缘后掠角较大，战机将拥有较好的高速性。发动机尾喷口位于机身上部，可提高机体隐身性。考虑到通常概念图与原型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些设计最终是否被采用还有待观察。作战规划初步呈现，据海军航空愿景2030到2035文件显示，下一代战斗攻击机将比现役 FA-18EF 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攻击机航程更远，速度更快。该机将集成主被动传感器，搭载未来远程空射武器，并与挂载导弹的无人机组成有人、无人编组作战体系。这一设计在 FA-XX 项目作战示意图中也有所体现。
一架 FA-XX 战斗机控制4架无人机，包括2架负责进攻的空战型无人机，1架担任支援的电子战无人机 EW 和1架指挥控制无人机。FA-XX 战斗机位于进攻阵型中央，负责指挥和发起进攻。这份文件还称，随着技术发展，美海军将对有人、无人编组进行评估，确保组建一支效费比较高的舰载机联队。这也意味着下一代战斗攻击机上除飞行员外，还有1名任务系统操控员，后者负责无人机空中编组作战。相比短腿慢速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攻击机， FA-XX 项目下的下一代战斗攻击机能够让美航母在更远的距离上起降战机，进一步扩大海空控制范围。目前该项目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进度缓慢，虽然波音等公司已全面参与到项目开发中，但从其目前进度来看，能否实现2030年交付部队使用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知是不是与我军稍显滞后的宣传水平有关系，在我国海军装备现代化历程已经持续了近30余年的背景下，竟然还有一些人对于我们国家海军近年来取得的翻天覆地般的成就不甚了解。每当评论各国海军的实力排名时，我们都会发现，除了美国海军毫无争议的位居榜首之外，第2把交椅的争夺一直以来显得十分激烈。有一部分悲观者甚至认为，相比中国海军，其他如俄罗斯、日本乃至英法的海上力量更适合这个老2的位置。而对于这种认知，本质上还是思想跟不上时代变化的表现。毕竟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建国时期仅仅还是满目疮痍的农业社会，且工业水平在建国之后长期落后于西方的国家，突然在短短70年间就把海军扶上了世界第2的位置，也确实显得有些骇人听闻。然而这并非是一些无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的理由。其实要知道我们国家的海军有多强，只要抛开成见，看看这家造船厂就知道。位于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作为海军各种水面舰艇的摇篮之一，自清末设厂之始就成为了我国十分重要的舰艇建造基地。从某个角度上讲，这个地方的繁盛与否直接关系到了海军装备建设的受重视程度。近日网上流传的一张江南长兴造船厂的航拍照片显示，这家历史悠久的造船厂目前依旧处于热火朝天运行状态下，处于分段总装、下水西装以及细泊海试等各种阶段的水面舰艇更是云集港池内外，显得颇为壮观。从热心网友标注的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该船厂除了一些726型气垫登陆艇外，至少可以看到有6艘7000吨级的052D DL 型驱逐舰以及4艘万吨级的055型大型驱逐舰正在紧锣密鼓的建造。海试当中，此外位于船厂东北角的大型船台上，我国第1艘弹射航母的船体分段亦在不断合拢当中。对此，有人开玩笑称，江南造船厂这一艘弹射航母加10余艘盾舰同时开工的盛况，已经足够顶上一支完整法国海军的规模。当然，水面舰艇的规模固然是基础，但技术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规模的质量。幸运的是，在这方面科研人员并没有令国人失望。可以肯定的是，不仅052D DL 型导弹驱逐舰的综合作战能力不容小觑，以双波段一体化综合射频技术为核心的055型大型驱逐舰，与以电磁弹射阻拦技术为代表的003型常规动力航母，更是毫无疑问的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的水平，既有数量又有质量。这就是我国海军新一代水面舰艇的普遍特征。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我国海军现役水面舰艇当中依旧还有诸多老旧型号急需被替换，这种一家船厂再建一支中等国家海军力量的盛况，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持续。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075型两栖攻击舰、054B 型导弹护卫舰、055A 型大型驱逐舰，甚至是国产核动力航母等改型成全新型号的不断现身，都将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至于一些朋友念叨不断的实战经验问题，作者想说的是，实际上如果放眼全球范围内，我们会发现，上一次算得上现代化且烈度比较高的海上冲突，还是发生在近40年前的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除此之外，全球大多数海上力量都未在2战结束后经历过高烈度现代化战争的洗礼，
强如美国海军所参与的几场局部战争，无一例外的更像是单方面压倒性的武力展示。在这种环境下，用实战经验来苛责年轻的中国海军，显然是十分不公平的。美国海军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一点毋庸置疑。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美国海军是占有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优势的。不过，这一情况正随着我们中国海军的强势崛起而有所改变。在部分技术指标上，中国海军已经能够与美国海军相比，甚至是实现超越。比如说，我们中国海军的055大驱以及电磁弹射技术，但即便是在技术上扳回一城，美国海军手中还依旧握有最强。海军依旧拥有众多的驱逐舰与巡洋舰，并且性能不俗，68艘阿利伯克、2艘朱姆沃尔特，加上22艘提康德罗加的现役主力舰，规模十分强大。要想真正超越这样的美国海军，我们中国海军还需要再走多远？美国海军现阶段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老旧舰艇太多，新舰的建造下水速度跟不上老舰退役的进度，接近50艘的年限将至，老旧舰艇怎么去替换是美国海军最头疼的问题。如此一来，我们中国海军实际所需要的052D和055大驱其实也不必太多。对照美国海军这老舰的数量来个相对计算，作为新锐舰艇的052D和055大驱总数，只要能达到美国海军主力舰总数的2/3，在实际战斗中就能做到同等战力，平起平坐。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